好，我是小马。那一说起爱马仕的，像 L 巴库呀、菜篮子呀，还有花园包，还有 Mini Apron 等等，那大家呢就会联想到一个词，那就是入门包款。那入门包款这4个字呢，还是很具有迷惑性的。那曾经呢，有粉丝宝宝就是给小马留言说，买爱马仕的顺序呢，那就应该先从入门包款买起，慢慢的呢再进阶到 BKC。那小马呢，对于这点其实是有一点不太认同的。那因为爱马仕买什么包，首先第一点，我觉得还是要看财力。那已经努力奋斗多年后才入坑爱马仕的宝宝，那财力肯定是更强的。那所以呢，可能一开始就直冲 BKC。那而很年轻就入坑的宝宝呢，可能更追求一些像性价比呀，那就会更多的去选择相对便宜的款式，那就是我们所谓的入门级别的包包。那除了实力呢，我觉得第二还是要看运气的。大概在 N 年前，在日本的专柜，那小马就拿到过一只 Birkin 的35厘米。那个时候呢，爱马仕的大包呢，其实还是很吃香的。那所以一进店呢，就零配货拿到这样的一只 Birkin， 那真的也是还是运气蛮好的。那我当然不能回绝 SA 说，那不好意思，那 Birkin 的等级有点太高了，请给我换一只入门款吧。那所以呢，就是给爱马仕排一个正确的购买顺序，其实是不太现实的。那而且呢，就是爱马仕认真说来，它没有入门款这个概念，那它的确是出了几款价格相对低的包款，但价格低的原因呢，小马认为不是为了方便让更多的人能够入门，而是因为这些包的工艺是相对简单的，用的稀有的五金和皮革这样昂贵的材料也是比较少的，那所以呢是成本较低，那价格也就比较低。那当然呢，这些包被称为入门款，不仅是因为便宜，也是因为它们配货少，然后比较容易拿到包。但是为什么容易拿呢？那还不是因为人气不够吗？那它们的实用性和性价比可能并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的高。那所以呢，如果你要购买爱马仕的入门包款，那一定要先了解清楚它是不是真正的实用，那并且是不是适合你的款式。那接下来小马就分析一下爱马仕经典的入门包款的优缺点分别有哪些，然后还有价位，以及分别适合什么样的人群购买。那首先呢，我们就讲这个入门款菜篮子。那我曾经呢在视频里说过，如果你想入一支入门款，但是不知道该选哪一支的时候，那菜篮子基本就是不会出错的选择。那因为它的优点还是比较多的，它不仅耐装、长相可爱，而且这个款式呢在日常能用到的机会是非常多的，无论是美美的出门逛街，还是想去楼下超市买个东西，都可以拎它。那甚至呢，如果你上班不需要装电脑呀、文件之类的，也可以作为这个通勤包使用。那水桶的气质呢，可以要时尚就时尚，要随便就随便，而且呢，无论你未来有多少个 BKC， 都会想时不时的偷个懒，那随手拎一个水桶就可以出门了。那就算不想用，把它去出到二手市场，你也会觉得它的保值性会比大部分的入门款的包都是要高的。那尤其是像成色比较好的18或者是22厘米的尺寸，甚至是可以出到接近原价。那这样说它有什么不足之处？那就是水桶这个款式有一点过于随性了。那它虽然是百搭，但不怎么能衬托出人的气质。那另外呢，是那个大敞口的设计，总会让人担心会不会丢东西。那所以呢，如果你比较在意这些问题的话，那这款包呢可能就不是那么的适合你。那与其我们跟风入手菜篮子，不如考虑一下这2年新出的就是这款猪鼻子菜篮。那水桶的底部呢，它是方圆形的，而猪鼻款的这个底部呢是椭圆形的。那2款包的容量呢都是非常大的，但是水桶肯定是要更大一些，但它的包型呢也就更圆、更胖、更休闲一些。而猪鼻款呢就看起来会收敛很多，那更加的斯文，更加的秀气一些。那而且呢，它不像就是水桶那样带了一个悬挂式的那个锁头，它采用的是一个非常精致的这个猪鼻扣的这个设计，可以把包身两侧往里这样扣起来，然后变成一个梯形的这种像小粽子一样的包的形状。那这样呢，不仅是非常的安全，而且更有设计感。你甚至呢还可以给它另外配一个这种肩带，变成单肩包呀，或者是斜挎包呀，都是很好看的。那小马觉得呢，水桶虽然非常的百搭，但是如果你平时是穿休闲西装，还有那种连衣裙之类的时装比较多的情况下呢，那我觉得像这个猪鼻款会更加的能为你的造型加分。那要说它的缺点的话，那就是
它的底部，给宝宝们看一下，它的这个底部呢是一个这个猪鼻形状的皮革，是没有底钉的。而水桶呢，它是有4个底钉的，那所以是很介意包底会搞脏的宝宝，就慎入猪鼻这一块。那猪鼻菜篮的裸包价呢是会比水桶贵的。那比如它18厘米的这一只，在今年涨价之后呢，价格已经达到了近4万人民币，那比水桶18厘米呢要贵1万多人民币。但它一般情况下呢，会比水桶容易拿一些。那就算是金刚色，也不像水桶那样要等很久，配货呢也不是那么的高。那现在猪鼻款呢，很多的时候呢零配就是可以拿到的，或者配就是一点点，你们懂的哈。但是水桶呢，经常就要配到1或者是1以上这个样子。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讲一讲入门款中最具有爱马仕辨识度的包，就是 Elubaku。那有多少年轻的宝宝在刚入坑爱马仕的朋友都没有抵抗住 Elubaku 的诱惑，果断入手了？那又有多少宝宝入手了之后，基本就是把它闲置在那儿了？那 Elubaku 呢，要说它的最大的优点，那就是设计非常具有爱马仕的辨识度，而且价格便宜。那一只31厘米的大概是2万5人民币左右。那要是在就是中古市场上成色好一点的，就是基本上是1万左右就可以买得到，而且呢它是不用配货的。那所以呢，要是遇到那种买 Elubaku 都要你配货的 SA， 真的要赶快跑。那它还有一个优点呢，由于它的包身是帆布材质嘛，所以自重是相对比较轻的，而且气质呢非常的休闲，很显年轻活泼，非常适合学生党和年轻的白领入手，也很适合春夏使用。那小马呢，虽然认为它的颜值是在线的哈，但我却不止一次的吐槽过这款包的包盖它又硬，然后又难开关。很多宝宝听我这么一说，可能就觉得这一点其实也没有什么嘛，那好看百搭就可以了，或者大不了呢我们就不扣这个带子。但我为什么说很多人买了它最终会闲置了呢？因为年轻可能不太会在意一只包用起来是不是麻烦的问题，但随着你的年龄的增加，会更加的成熟嘛，工作生活也会越来越繁忙，那就会越来越重视衣食住行的便利性。那所以像这种呢包盖不容易开关的这个小细节，就可能会让人格外的焦急上火。对于刚入坑爱马仕的宝宝也是一样，如果你是买第一只爱马仕，那肯定是怎么看就怎么喜欢。那当你对这只包的新鲜感褪去了之后，或者是你未来拥有了 BKC 和其他更好的包之后，那原本让你觉得就算不太好用也无所谓的这个 Elubaku 就开始显得有一点鸡肋了。那因为你呢更多的时候会想用其他的包，而就不用这个包。所以呢，小马觉得如果你做好了只是用1、2年，或者是只是偶尔用一下搭配衣服的准备，那 Elubaku 是可以入一支的。但是如果你想要找一款适合长期用而且非常方便用的包，那不妨再多看一看其他的选择。那接下来说一说花园包。那花园包呢，经常被大家来作为通勤包呀，还有带娃包来使用。那它最大的优点就是容量大，上班呢可以用来装电脑和文件，周末带娃出行呢也可以用来装很多宝宝用品，而且它敞口的设计，拿东西都非常的方便。那花园包呢，除了一个小圆包扣以及全皮款有这个内侧的拉链之外呢，没有其他的五金，而且它的内衬也是使用帆布的，所以呢整体的自重是比较轻的。那它给人的感觉呢，就是一只在日常生活中大部分场合都可以用来百搭的包。那因为它的设计呢非常的简约，也很低调，但是小马呢觉得这个既是它的优点也是它的缺点，就算是它的一个特点吧。因为它不像水桶那样有一个就是圆肚子的设计，还有个包锁作为挂饰，那休闲中呢会带一点点的俏皮感。那花园包的这个设计的低调，而且是方方的，看上去呢就比较的淳朴，比较的板正。那在我看来呢，就是一只很普通的包，那是不会给我整体穿搭和造型增添什么光彩的。那所以呢，如果你真心喜欢它的这个设计和实用性的话呢，那就可以非常适合入手一只。但是你想要整个体现爱马仕这个牌子，那花园包的爱马仕的 logo 那也不在外侧，而且它设计非常的低调，也没有什么能突出气场的元素，所以呢一般人也看不出它是一只爱马仕。而且如果你只是想要一个就是价格便宜一些，而且好看又大容量的包，那真的也没有必要非要选择这一款。那其他的品牌，比如说像 Louis Vuitton 的这个 Nebaflu 的中号，其实大概也就应该是1万多一点吧。但是呢，像30厘米全皮的这个花园包呢，却需要差不多是3万4人民币左右。那所以呢，对于比较在意品牌和价格的朋友来说呢，其实它的性价比不是很
很高的。那以上呢就是小马对这几只包的个人的看法，那不知道你的使用心得是什么呢？快来留言一起讨论吧。那下一期的视频呢，小马会继续分析爱马仕的人气入门包款，像 Epling， 然后还有阿鲁藏、2424以及令迪。那欢迎订阅我的频道，关注小马，我们下期见。